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德国还有花粉过敏症，所以我的鼻音特别重，请大家谅解啊。今天与各位分享一篇新能源方面的，刊登在 Telepolis 这家德国网络媒体上的游记。Telepolis 的读者为技术性较强的网络公民，他的报道主要以数字时代的社会、政治、科学和文化方面的信息为主。本系列的作者叫汉斯·约瑟夫·费尔，他是能源观察集团的主席，也是可再生能源法的共同作者。能源观察集团是一个由科学家和议员组成的国际网络，调查化石和核能资源的可用性和稀缺性，以及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以实现可再生能源和气候保护为目标。所以这应该是跨党派的或者政治相对中立的一个松散组织。这位能源观察集团的主席最近去中国上海参加了一次专业展会，并利用这个机会参观了中国一些地方，包括库布齐沙漠中的一个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此次中国之行让他万分惊异，这是翻译他的第一篇游记以及读者评论。中国之行，气候创新战胜了欧洲化石能源的惰性。配图说明，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公园腾格里沙漠太阳能公园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宁夏省。德国知识纠正一下，其实叫宁夏回族自治区。它提供 1.5 千兆瓦，也就是吉瓦的新太阳能发电能力。图片，美国宇航局地球观测站。我到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展览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生态技术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如果什么都不做，德国公司就有可能沉沦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创新，不仅在光伏领域，而且在电池、电动汽车、热泵、电解气和其他零排放技术方面，都一如既往的令人惊叹，处于很高水准。植树造林工作不仅在大城市，甚至沙漠的绿化也令人印象深刻。我是被杭州卡泰传媒咨询公司的主编斯文·特兹拉夫邀请参加这次旅行的。作为一个德国人，他报道并负责许多德中活动，不仅在零排放技术领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一场火爆的最大的上海光伏展览会，在新冠导致中国关闭3年后，上海光伏与智慧能源展览会异常火爆。尽管目前还没有来自展会管理层的官方数据，但我事先得到一些初步的关键数据。第一天有50多万人参观了展览会，大约3100名参展商挤满了大厅，另外还在巨大的上海展场上搭起了帐篷，展台被参观者围得水泄不通。在参展商中，德国公司非常少，许多大中型公司如天合光能、比亚迪、陕西戴尼斯新能源集团和其他公司表明，他们非常关注光伏与整个能源系统的整合，与风力发电、生物能源、存储，如电池或绿色氢气，以及与供暖、制冷、运输、工业能源的数字化行业的联系成为焦点。在展台上，经常可以看到用100%的可再生能源完全供应整栋房屋、城市区域、一些地区甚至公司的概念模型。农业光伏技术 Agri-PV 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中国，模块化的农业或绿化具有重大意义。光伏产能的扩张令人惊讶。在与企业和协会代表的讨论中，我对产能扩张的速度感到惊讶。我被告知，到2024年，中国所有价值链上的光伏年产能将翻倍，从约500吉瓦增至1000吉瓦，计划在2026年再增加500吉瓦。作为比较，欧盟希望在未来3年内仅推出30吉瓦的新太阳能工厂。许多单独的报告使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看起来是可信的。举个例子，仅金科能源公司就计划生产56吉瓦，共4个增值阶段，各14吉瓦。中国公司的强大创新能力，在对各种公司的访问和与之讨论中，我对这些公司的目标和创新感到惊奇。例如，
海策公司不久将推出一种固态电池，将电动汽车的续航能力提高到约1500公里，同时可以做到不再燃烧起来。这些电池可以内置于汽车的框架中，或者上月光电 Sun Harmonics 公司利用高效的 CIGS 电池，他们开发了极薄和柔性的模块。例如，他们建造了路灯，其圆形桅杆上贴合包裹着柔性模块，桅杆内是用于夜间照明的电池。第一批这样的路灯已经在杭州投入使用。柔性和超轻的模块也适用于服装、弯曲的房顶、外墙、车身和其他一切通常的固定和笨重的模块无法连接或难以连接的地方。该公司还开发了带有光伏盖子的垃圾桶，它驱动电机挤压垃圾，防止垃圾溢出。中国国内光伏市场增长超快，中国的光伏市场也在快速增长。今年预计将新安装100几瓦，这些不仅仅是巨大的1000兆瓦的地面光伏设备，大约50几瓦是在屋顶、外墙或电动2轮车的光伏覆盖的充电站上的小型应用。阳台模块在大型公寓楼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杭州，阳台业主只需要购买、安装，将其插入插座，并通过互联网通知电网运营商。通常情况下，甚至会安装一个倒着走的电表。德国知识说明，倒着走的电表意思是，私人家里的光伏发电用不完，可以把多余的电卖给国家，即消费的电少于光伏发的电，这部分电可以接入国家电网，把它卖给国家，因此电表可以往回走。我们继续往下，这整套运作如此简单，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官僚主义。再想到德国多年来为削减插入式模块的繁文缛节而进行的还没有结束的斗争，用巨大的路面光伏系统绿化沙漠。最激动人心的是我的包头和鄂尔多斯之行，这两个城市在内蒙古戈壁滩的黄河边上，各有200多万人口。在那里，我参观了国家电力投资集团的 2.2 吉瓦光伏电站，它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不是因为它的规模难以想象，还有更大的，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艺术作品。由于模块的颜色对比，你可以从太空中或高空飞行的飞机上认出一匹马。马在蒙古传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0年前，光伏电站的所在地还是一片荒凉的沙地，用跟踪器系统建设了巨大的光伏发电设备，因此光伏模块跟踪太阳的位置。所有周边区域都种植了树木，模块下也种植了绿色植被，只有在最初几年才需要灌溉，此后大多数植物在没有灌溉的情况下可以继续生长。它们互相遮蔽土壤，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沙尘暴的发展。模块的阴凉还通过保存土壤中的剩余水分来支持生长。灌溉来自于500米深的地下水，经营者向我保证，地下水位不会下沉，所以不会出现过度用水的情况。在边缘地区的树木中，也有高产的品种，如红枣。在模块下生长着低矮的灌木和草药，例如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药材蒙古三灵草，属于黄芪科。在内蒙古的这一地区，也被称为库布齐沙漠，一个和德国一样大的区域已经被重新造林绿化，其中很多已经没有光伏。经营者告诉我，近年来甚至出现了雨水增多的情况，许多野生动物在光伏模块下再次繁衍。因此，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是我们的星球迫切需要的能源生产中的零排放，以及通过绿化来降低碳排放和增加生物的多样性。最终，这些绿化是通过光伏电力销售的收入实现的。鄂尔多斯的一个大型综合工业园现在主要由光伏源的电力供应，而不是由当地的燃煤电厂供电。我们来看看读者们的评论，按时间先后来翻译。第一个，谢谢你的文章。在老欧洲，尤其是无所不知的德国，我们在精神上已经变得非常不灵活和官僚化，而且除了暗中破坏财产和敲诈勒索之外，这些人也不再有任何作为了。下一位，
绿党阵营终于发出了一些和解的声音。你可以对中国有任何看法，但这个国家已经证明，由计划经济指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优于西方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这个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亿万富翁的国家早已告别了社会主义。当然，给作者费尔先生展示的只是美丽的一面，因为在展览会上并没有什么底层的人在闲逛。也许在中国举止笨拙的贝尔伯克，以及因长期抨击中国而令人侧目的绿党议员 Bütikofer 会意识到，德国必须奉行独立的中国政策，而不是煽动一场新的经济战，而且不应该屈服于跨大西洋主义者的指令。下一位，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全球化将会而且必须结束，原因很充分。欧洲人还没有正确意识到美国减少通货膨胀法案的真正含义。中国是一个非人道的独裁国家。第一，它正在训练对爱好和平的台湾进行军事攻击。第二，中国视它的海洋领土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第三，以目前的技术能力，中国无法消除它所造成的污染。第四，中国捍卫它的贸易顺差，因为这是不可协商的国家利益。因此，当有人去中国旅行，然后描述那里有多酷时，就会变得非常奇怪。下一位，这位读者对上面那位评论一一反驳。他说，首先，美国没有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一个省，因此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正准备在2025年对中国发动攻击，这是美国军方的正式声明。其中，他们想把台湾作为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中国必须也将对此做出反应。美国把世界上所有的大洋都当成自己的领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消除造成的污染，德国也不行。关于贸易顺差，德国也是如此。你可以谷歌搜索，有多少次法国或美国对德国超高的贸易顺差感到不满，德国总是说这是我们的权利。德国20年来一直是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德国是贸易顺差的世界冠军，多年来每年都有媒体报道。当你自己都有一大堆问题时，不要先指责别人。顺便说一下，如果有的话，唯一负面的是中国正在做美国100年来所做的事，而且美国做的规模更大。下一位，新能源这个话题在德国已经寿终正寝了，而且已经超过10年了。当时德国决定让德国光伏产业，当时的世界市场领导者，在过度的减免绿色电力税和中国光伏模块的倾销价格之间的挤压中死去。为了德国的燃煤电厂使用南美的煤的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做法是如此落后的。下一位，如果那里的一切都那么好，他为什么要回来？德国知识点评，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网上也有不少这样的键盘侠，不能忍受别人夸奖中国。有时在咱们这个频道上也能看见这样的评论，有的人会说，既然你说中国这么好，为什么还留在德国？有的还说，我反的是工作，留的是生活。下一位，因为中国人不会随便接受任何人。费尔，有什么是中国人没有的，或者不能提供的？下一位，这位读者给大家说了一堆宏观经济学的一点内容，主要从操纵汇率机制入手，写得很长，我们看最后几段。然而，汇率机制并不总是发挥作用，这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最重要的是：一、美元经常作为储备货币被囤积起来，导致长期被高估；二、中国没有参与自由汇率和完全可兑换货币的体系；三、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对现代技术有巨大的积压需求，他们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购买这些技术，却无法立即出口自己的商品，这就把他们的货币的外部价值推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在那里建立产能是值得的。结论，与欧元的汇率机制是有效的。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不操纵欧元汇率，中国的创新将对我们不会有用。下一位，这位读者反问他，但这在哪里适用于德国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有人工智能、航天技术、电池技术等等等等，而我们
在豪华燃油车方面仍然领先，他们在机械工程方面已经超过了我们，化学工业现在正在超越我们。德国正在将工业转移到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工资的原因，而是因为在中国可以找到及获得高科技原材料和能源。下一位，不要忘记中国为什么要在德国生产，而当中国投资者试图收购德国的关键技术时，就像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德国政府会进行干预。而我们的政府，包括欧盟，在知道长期后果的情况下，故意将自己的工业完全轰出欧亚经济区。欧亚大陆不仅是最大的，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也是这个星球上存在的潜力最大、中长期前景最好的经济区。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见解，哈福德、麦金德在1904年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而布热津斯基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再次修正了这一概念，并从中制定了一个路线图，现在已经被逐点研究了30年。看来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比我们基于国际法的外交部长更仔细地阅读了这些东西，也更明白它们的含义。老实说，我看不出欧洲与美国在其东部边境上进行旨在持久的对抗有什么好处。如果有的话，或者如果有一个与不断升级的剑拔弩张的相关的长期的建设性的一致的目标的话，那么现在是时候把它摆上桌面了。下一位，要推动可再生能源，你需要大量的能源，而我们没有大量廉价的能源，我们没有太阳能或风力涡轮机的产能，更不用说原材料了。我可以向大家推荐德国电视一台关于波兰热泵生产的报道。实际上，所有知名的制造商都在那个波兰的所谓经济特区建立新的工厂 ，Vaillant、博士、Fisma、大金或类似的企业。我们不再问在这块土地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花了大笔资金进口和出口大量的电力，更不用说技术和工程了。我们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好在我到波兰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补充一下，根据哈贝克的说法，作为以前最强的经济体之一，世界的目光聚焦德国，期待能从德国学到一些东西。我想他们更多的是在嘲笑我们。顺便说一下，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是必不可少的。这首先是所有人的参与，公共机构、市政厅、学校等应该改成热泵和太阳能。在我们的小镇上，由于能源转型，区域供暖被逐步淘汰。谢谢你，什么都没有。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请大家关注我们下期翻译的内容，同是这个作者的中国之行。好吧，谢谢大家。